Hello，大家好，我是 Esther。哦，昨天看完《Stranger Things》在百老汇那个话剧，回来已经快12点了。然后因为我昨天早上其实已经好一些了，就是前天晚上录完那个视频之后，其实是有点不是说发低烧吗？第二天早上退了又出去嗨了一天，嗨了一天回来晚上又发烧了，所以我昨晚就没录。然后对，今天已经退烧了，今天痊愈。然后给大家推荐一个，我也是在小红书上查到了一个特别好用、专治扁桃体的这么一个保健品嘛，应该算是，它不是药，在 Whole Food 有卖，就是这个东西。我买了4瓶，我昨天在路上干了2瓶，因为这个里面有姜汁儿。然后昨天我其实穿少了，我喝了这个我觉得很暖和，喝1瓶其实就够了，喝1瓶就够了，但是我干了2瓶。然后今天早上起来，它不是退烧，它专治扁桃体发炎，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好用，太好用了，我天哪！今天已经完全没感觉，昨天早上起来疼的还不行，今天就然后它其实有好几个系列，就是大家买的话，看着这个 Immunity Boost 这一款，它还有其他，就是有什么应该是类似提神啊，或者是你健身完喝的之类，这个是专门针对你的免疫力的。这个玩意儿它很鸡贼，它包装的它小小一瓶特别可爱，只有我手指这么高吧，比我手指短一点。它包装的像个果汁儿，拿在手里呢也很轻巧，但是这个味道真的是，我刚不说了吗？喝起来是一股姜汁的味道。这瓶很诡异，这瓶能看到吗？底下还有堆黑黑的东西，那是胡椒粉。这个东西里面有 ginger roots， 就是有姜的根儿，有黄姜的根儿，还有一种这个词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应该是一种菊花的根儿，然后就是这个黑胡椒。就是配方很黑暗啊，大家不要看它是一个特别可爱的橙汁的颜色，但这其实是姜黄的颜色，这喝起来就是个浓缩姜汁加胡椒粉。另一瓶呢，对，另一瓶也是这一个系列，应该是不同味道了。这个里面也拥有姜的根儿、姜黄的根儿、黑胡椒粉和什么青椒。然后这里的 Super Kick 这里评分是4星，应该会比我之前喝的那几瓶都要更辣一些。我之前喝的那几瓶这里评分都是只有3道杠，就这个也就 Super Kick 这里就只有3道杠，它难喝的程度只有3星，这个应该是最难喝的。我喝的话可以给大家测评一下。OK， 说回正事儿，跟我 partner 去唐人街，我们先去，不是香港大阪有在唐人街开一家面包店，然后那个面包店都是，就是我小时候吃那种特别传统的那种面包店，就是有那种我 partner 特别喜欢吃那种面包，里面它也是这样的吧，然后中间这是有条缝，这里面都是那个奶油，上面撒了一些椰子的椰粉，他特别喜欢吃那个。买完之后我们就去了李安 Comfort Food 那一家叫武昌好味道，然后直接在谷歌地图上搜武昌好味道，它地址就会显示出来。它还在一个就是唐人街，其实我因为在那儿学车嘛，我也不能说我对那儿不熟，但武昌好味道在那个小巷我确实是没有去过的，在那个小巷里面，然后是一家不太就是里面也不是很起眼的那么一家类似街边大排档里面会有那个样子吧。然后总体来说这个地方，李安这个老狐狸真的是很会找美食。这个地方它就是价格公道，然后用料也足。就是先给大家说这个香肠饭，这个香肠饭它香肠看起来很美味，但更美味的是它是第一层香肠，第2层是一个肉末酸菜，第3层才是米饭。然后那个肉末香菜汁进到米饭里面，再拌成香肠吃，真的很美味。然后那一碗好像才要8刀吧。然后我们又点了汤，点了1碗牛肉羹和一个酸辣汤。那个牛肉羹里面真的就是我们打包用的那种碗，大概就这么大那一层碗，它用的都是打包的餐具，里面真的都是一块一块的大牛肉，就真的用料是真的很足。然后最后我们还点了它那个
芋圆甜品八宝芋圆冰吧，应该是，里面也是分量足，里面八宝是真的，我也没数有啥，它没数有没有八个宝，但一打眼看去什么，一般会就是鲜芋仙里面会有的珍珠啊，芋圆里面有，然后还有红豆、绿豆，还有玉米粒儿，还有葡萄干儿，还有冰粉儿，就是你一直在吃，你好像每次都能挖到一些不同的东西吃在嘴里，那个也很推荐。我应该下次我还是会去，我再尝尝他们家还有啥好吃的。然后最后吃下来就是我们点了2个香肠饭，2碗汤，再加一个甜品，一共才花了40刀吧。就真的在纽约吃过饭的大家都知道，这40刀一人人均20，吃的特别撑，这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OK， 最后来点评一下这个 Stranger Things 的话剧，就像我所期待的，它的舞台设计，它的就是舞台设计上的创新，跟服化道真的没话说。虽然我看过的 OK， 首先我在百老汇看过去不算多啊，其实就看了《歌剧魅影》，然后这个其实是第2部。然后小时候我在深圳看过猫的那个歌剧，就我虽然我只看过，对，加起来只有3部剧这么多，但我相信他的舞台设计确实是业界比较顶尖跟创新的这么一块演出，因为你要想他同时要表现001，就是001当前的时空跟001脑子穿越到的那个时空2场，就是2个001一虚一实的舞台表现，这个他们做到了，这个很创新。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中间那个大舞台，就假设这是舞台服饰，它是不动的，但中间一个圈就是主舞台这块它是旋转的，这个我觉得真的很厉害。我觉得很多其他话剧其实是可以借鉴的，就是 OK， 因为我在做 motion graphic， 所以我知道说你如何保持一个视觉上不让人疲惫的这么一个小技巧吧，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棒。这个应该其他话剧可能也用过，但我不知道。就这是其中创新的一个点啊，还有很多其他，就是我觉得 Stranger Things 这个系列它对那种灾难跟惊吓的部分，就是反映到话剧舞台上，它所有关于灾难跟惊吓部分做的都特别好。然后到高中那个部分还可以，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80年代的高中就在你面前演，这个也挺有意思的。但总体来说还是没有他们在舞台上展现灾难的那个视觉冲击来的更爽一些。里面还有很多 jump scare， 就是那种声音咣的一下炸你一下，然后眼前也咣的一下炸你一下的那种声效跟视觉一体的 jump scare， 里面有好几个。OK， 现在来说说我对它没有那么满意的部分，就是它的剧情。怎么说，就是它的剧情水平跟它的舞台声光特效相比差了一些。不是说剧情不够好，就是你知道没有，我感觉它的剧情配不上它的舞台水平。感觉这个问题 Stranger Things 我最喜欢 Stranger Things 的第1季跟第2季，就是里面一群小屁孩，他们一群人智商在线，然后根据龙与地下城的这么一个规则来去快速推理说 OK 这个里世界是怎么回事，然后他们并且里面大部分角色智商在线，快速的做出反应跟应对策略。我觉得这是我特别喜欢 Stranger Things 1季跟2季的原因，就是我看这个剧我是不会快进的，就大部分剧我要么是 1.5 2倍速播放，要么是快进，但 Stranger Things 1跟2我是看得津津有味，不会快进，因为里面这种快节奏高智商的推理让我觉得很爽。然后第3季就不太行，第4季里面有2集是带有这种爽点的，然后其他几集都是非常平庸，给我的感觉说，我记得导演是一对兄弟吧，就是导演兼编剧，那哥俩有点黔驴技穷了，就是
这种推理跟爽点在这个话剧里面有一点但不多，而且跟第一季、第二季里面一些内容是重合了的，就是它不再悬疑了，就是这种，因为大家都知道前几季发生了什么，这个话剧是个前传嘛。首先它不再悬疑了，所以你之前那个爽点就很难再作为一个特点拿出来了，因为没有悬疑，你也很难再拍出那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硬伤，我觉得是它的剧情节奏不够好。他们有特别好的转场，就是从001那边的高潮转场到高中里面在演小话剧的那个高潮，就是无缝切换的那么一个转场。我希望看到更多那样的转场，来把剧情节奏带得更好一些，但是这样的亮点并不多，所以我觉得会不会推荐大家去看呢？我还是会推荐大家去看的，因为那个剧情是那个舞台视效可遇不可求，真的。如果特别是对话剧舞台设计很感兴趣的话，我真的很推荐去看。然后这个剧情吧，它也不差，我的期待比较高，我对这个剧的要求也高，因为它的起点就很高，它没有达到我想要那个起点，有点遗憾。OK， 就大概给大家分享这么多，分享一下我昨天去哪儿嗨了一圈，然后又把自己嗨发烧了这件事情。OK， 大概就这些，谢谢大家 ，See you guys next time。